最近，一個叫《工業雜誌》的網站推出了一期德國汽車供應商以及德國機械製造等等領域掉入所謂中國陷阱的節目。該節目引用某些研究機構的數據說，由於美國的關稅政策，中國企業把大量過剩產能引流到了歐洲，特別是德國。因為有很多中國汽車供應商，他們甚至以低於歐洲製造商的成本價傾銷他們的產品。該節目還說，連奔馳、寶馬等汽車製造商也採購中國的產品。該節目破天荒地承認中國的產品質量不錯。朋友們啊，能從歐洲人口中聽到這樣的評價，確實算石破天驚的事。西方人總喜歡用什麼中國陷阱來污衊，這是極其邪惡的話語術。中國強迫你們購買了嗎？還不是看到中國產品質優價廉才大肆採購。既然今天連奔馳啊、寶馬等等企業都拋棄你們德國本土產品而搶購中國的，這說明了什麼？答案不言自明，對不對？該節目說，像博世、通快和馬勒這樣的汽車供應商目前正滑入一個中國陷阱，是否將如美國那樣出現一場針對歐洲工業和機械製造業的終局之戰？以下是該節目所謂中國陷阱的內容。中國汽車零部件供應商以低於德國同行生產成本的價格湧入歐洲市場，其產品質量卻頗具競爭力。如今，博世、馬勒等供應商的工會代表已敲響警鐘，汽車零部件行業陷入中國陷阱，亞洲廉價進口產品正威脅歐洲本土零部件製造。上周，德國一著名世界經濟研究所發布了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報告。學者們重點研究了美國對華商品加徵關稅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導致貿易流向歐洲，特別是德國的轉移。分析結果令人震驚，在約4200個產品類別中，超過一半的對德進口量僅過去幾個月就增長了至少10%。而同期美國進口的同類產品卻大幅下降，某些領域中國進口量呈現爆發式增長，比如內燃機變速箱零部件類別，最近幾個月的進口量甚至翻了3倍。研究人員的結論是，中國供應商正以市場准入價格系統性地引導其產品流向，這是美國加徵關稅的直接後果。這股產品洪流衝擊的並非廉價消費品，而幾乎全是機械製造等工業關鍵領域，從汽車零部件到電子產品無一幸免。對飽受危機衝擊的汽車工業而言，這意味着衰退的新升級。但對歐洲工業而言，這所關乎的遠不止又一次市場扭曲，更將目光瞄準了機械製造業這個所有工業價值鏈的技術母體。當中國進口商品摧毀中西部整片工業區時，書中描述的連鎖反應便接踵而至：貧困、阿片類藥物危機、家庭支離破碎、憤怒選民崛起，實為政治副產品。歐洲較好承受了首輪全球化衝擊，憑借堅實的工業基礎、創新力、出口優勢，外加德國機械製造的自豪。但此刻正有危機逼近，宛如本片預告般令人不安。中國衝擊波，這次歐洲將唱主角。最近幾周的頭條新聞令人震驚：施瓦本小城底層根的營業稅暴跌，這裡正是機械製造巨頭通快集團的總部所在地。該公司陷入赤字的情況就像一個預兆，赤裸的數據說明一切。中國在短短2年內從德國第2大出口目的地跌至第6位，僅過去24個月內，德國對華出口就下降了近20%。儘管經濟降溫，進口量仍保持基本穩定，預計今年出口將進一步下滑，而進口將顯著增長。主要原因在於，中國製造商正將產品集中轉向歐洲市場，經常以大幅降價策略，因為主要銷售市場，尤其是美國，已大幅提高關稅壁壘。德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顯示，近幾個月來，幾乎所有熱門行業對德國的進口量都出現了激增，而美國同類產品的進口量卻大幅下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非消費品進口，包括化工產品、電子元件、汽車零部件以及日益增長的機械設備。
，采裁員1.4萬人，博世1.85萬人，大陸集團10150人。汽車零部件供應商行業裁員的名單可以列得很長。該行業正遭受電動化轉型和經濟疲軟的雙重打擊，預計到2030年將流失超過10萬個工作崗位。截至2025年中期數據，然而這個本已脆弱的行業又遭受新衝擊波，來自中國的強力競爭。中國供應商正以低價零部件湧入歐洲最大汽車市場。德國市場首當其衝，受影響最嚴重的是電氣系統和鍛造金屬部件，進口量不僅增長，簡直是爆炸式增長。中國零部件正以驚人速度湧入德國市場，而且質量水平相對不錯。汽車零部件供應商 PWO 的總工會代表安德烈亞斯·伯納特表示 ，PWO 研發的機械組件涵蓋汽車電子、車身和底盤系統，是眾多中小汽配企業的代表。在汽車零部件供應商馬勒集團工會代表拉響警報。馬勒集團工會主席鮑里斯·斯沃茨說：“中國供應商的報價甚至低於德國生產成本。”中國供應商正在進軍那些曾幾何時幾乎等同於德國製造的細分領域，就連大眾、奔馳和寶馬也越來越多地採用中國零部件。博世集團工會代表弗蘭克·塞維奇證實了這一趨勢。如今，中國供應商的價格已比德國生產商低20%至30%。在11月底的聯合記者會上，博世、馬勒和佩里奧的工會代表警告稱，行業正面臨加速的結構性危機。員工代表懷疑中國企業正系統性衝擊德國供應鏈市場，先壓價，再奪取主導市場地位。歐洲供應商協會 CLEPA 的調查證實了這一情況，近70%的歐洲供應商認為自己在歐洲市場間接面臨中國同行的競爭。這一比例較春季調查時高出12個百分點，而多數受訪企業預計，由於價格壓力將跌破5%的臨界收益率門檻，這是維持投資可行性的最低標準。CLEPA 行業協會秘書長本傑明·克里格警告，若不果斷採取措施，歐洲零部件製造業恐將消失，前景尤其堪憂。但考慮到車間實際情況，這並非危言聳聽。這家德國最具創新力的機械製造商也曾經歷過更輝煌的時期。在快通機床集團，全球經濟疲軟帶來沉重打擊，但最致命的還是來自中國同行的競爭。去年營收暴跌17%，從近4億歐元盈利直接轉為2300萬歐元虧損。對總部所在地迪勤根市而言，這意味着財政緊縮。但快通集團並非唯一陷入赤字的企業，這股始於汽車工業，蔓延至電子和化工行業的頹勢，如今正全面侵襲歐洲的科技支柱產業——機械製造業。諮詢公司 Infront 受經濟週刊委託開展的研究，清晰揭示了這場產業格局巨變。分析師們深度訪談了34位德國機械製造巨頭的董事會成員，這些匿名受訪者直言不諱地揭露了威脅的真實程度。中國廠商不僅進軍低價市場，更在搶佔高端領域。他們的經營方式往往不符合我們熟知的市場經濟規則。巨額補貼和傾銷式低價策略讓歐洲製造商苦不堪言，傳統巨頭越來越難以守住領先優勢。爭奪全球機械製造業領導權的鬥爭，關乎歐洲工業主權的終極之戰。因為機械製造業絕非歐洲工業貨架上一個普通行業那麼簡單，它是驅動幾乎所有價值鏈運轉的引擎技術。製造機械就是製造化工、汽車、半導體、醫療、能源等產業的生產工具，更是維繫歐洲全球競爭力的根基。若失去自主機械製造業，歐洲將從節奏制定者淪為技術進口地，受制於他人的定價標準和戰略。
正因為如此，機械製造業的淪陷絕非普通挫折，而是歐洲工業主權的終局之戰，至此形成完整閉環。首輪全球化衝擊在千禧年初突襲了毫無防備的傳統製造帶，當時被稱為鐵鏽帶。市場開放給了當地工業致命一擊。如今的歐洲可能正面臨類似的轉折點，但與當年的美國鐵鏽帶不同，歐洲工業雖陷危機，根基依然穩固。第二次中國衝擊可能讓歐洲一世崛起，這是一個歐洲大陸如何重振優勢、實現現代化，並在危機中浴火重生的故事。當他走進去時，也許歐洲看到了西比利的挽歌，決定在另一端寫下結局。好，現在我們看評論。第一條評論：我們太慢了，也太傲慢，以至於不敢直面真相，也不敢採取行動。繼續往下，誰能料到一旦美國關閉大門，來自中國的過剩產能就會流入歐洲呢？再往下，歐洲人和美國人一直從他們更優質的工業品中獲利，隨後他們又花了20年的時間，極力貶低中國產品，試圖盡可能阻礙其銷售，這迫使中國不得不以更低的價格生產更優質的產品。如今中國人成功賣出了產品，歐洲人卻開始抱怨。我認為歐洲人本應在更早的時候更理性地應對競爭。下一則，畢竟正是歐洲工業界自己在中國採購的。繼續往下，巴福州這裡的去工業化進程正在飛速推進，卻還沒有任何應對之策來緩解這一局面。再往下，如果德國汽車80%的零部件都來自中國，那我實際上買的就是一輛掛着德國價格標籤的中國車，只不過讓德國公司賺得盆滿缽滿罷了。那我還不如直接買一輛豪華的中國車，把省下的錢揣進自己口袋。要是德國政界別用那麼多稅收，比如二氧化碳稅等，拼命盤剝我還能負擔得起這所謂的德國汽車。顯然柏林並不希望如此。那好吧，咎由自取。下一則，德國政府和政黨中那些昏昏欲睡、空談口號的人，只有等到為時已晚時，才會看到機械製造業的衰落。前提是他們真的對此感興趣，指望他們及時制定措施是不現實的。有能力的人不如種些土豆、養頭豬，好歹能填飽肚子呀。再往下，眼睜睜看着歐洲工業的心臟日漸衰敗，被一支中國力量所接管，實在令人悲哀。這支力量增長極快，立足於未來科技，並持續提供高品質產品，很快將在質量和科技上全面超越我們。再往下，別再自欺人了。如今生產和技術正是被那些貪婪的經理人有意識的大規模地轉移到中國、土耳其等地，只為盡快拿到自己的獎金。下一則，亞洲人可不像歐洲工業界希望的那麼愚蠢，幾十年來他們的勞動力一直被剝削利用，如今局勢正在逆轉。稍微有點遠見的人，早在40-50年前就該預見到這一局面。人們還記得當時的歐洲汽車質量低劣，毫無創新可言。後來日本人來了，徹底改變了這一切。這不僅僅涉及汽車工業，還包括機械製造、消費電子、廚房電器，幾乎無所不包。另一方面是政治，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在談論高昂的勞動力附加成本，而政界的回應卻是進一步推高這些成本。他們完全缺乏想法和良知，一心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職位和過高的收入。而亞洲的政治家則認真對待自己的職責，做着歐洲政客無力做到的事，那就是扶持本國經濟。而且這不僅限於中國、韓國、印度、泰國等國，也在以優惠價格提供優質商品。再者，當初只有工業界從中國廉價採購，在以高價向我們出售商品時，一切都被視為理所當然。如今情況正在慢慢改变，連消費者也開始意識到哪裡可以省錢。最後的手段就是發動貿易戰，加徵關稅。
我倒要看看這會把我們引向何方。真正有所改變，恐怕只有當選民意識到或許該考慮投票給其他政黨時才有可能。下一則，寧德時代的底盤就是零部件領域的皇冠，在我們的經濟中將產生根本性改變。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的經濟以及我們對繁榮的定義。再往下，歐洲的工業，這裡的頭子早已掷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工業都不會再回來了。但眼下在中國所見的景象，也不過是一時的回光返照罷了。下一則，德國製造、德國工程、德國工匠與思想家、德國品質等等等等，這些口號如今早已所剩無幾。那麼接下來呢？德國究竟還想靠什麼賺錢？繼續往下，也許中國人只不過氣候保護成本更低，能源成本更低，官僚主義更少，流水線和產業工人的工資更低，而且如今教育水平還更高罷了。算了吧，我只是在胡思亂想。真正的原因肯定是他們有巨額補貼，而我們這裡根本不存在，或從未存在過這種補貼，等等等等。嗨，朋友們，這個人其實呢是在諷刺德國在大搞補貼。再往下，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博士不就是在中國建立了生產線，並培訓了當地的技術工人嗎？當時有大批德國人參與了這一建設過程。我想那個神奇的詞應該叫全球化吧。下一則，將設備和汽車廠賣給中國人時，誰能料到他們竟然真的會使用？這確實出乎意料。更何況中國通過5年計劃將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周密。再往下，要摧毀德國工業根本用不着中國人，德國政客一個人就足夠了。下一則，這標誌着中國高科技產品發展的開端，技術轉移正在全面收官，其影響在此已清晰可見。繼續往下，中國人確實很精明，他們先是把所有的知識和技術都引進到中國，通過合資企業或直接收購公司，而德國政府當初對此一路開綠燈，現在卻又對人家能做得和我們一樣好，甚至更好感到驚訝。更何況他們還能以更低的價格提供產品，因為在那邊環境和人命根本無關緊要。過度生產本該受到懲罰，因為它浪費資源，以環境和人類為代價。等這裡的一切都流失殆盡，我們就只能淪為第三世界國家了。如果歐洲現在還不通過關稅保護自己的市場，工業和繁榮將不復存在。為什麼不試試中國一直使用的同等待遇規則？如果中國企業想在歐洲銷售產品，那就必須在歐洲本土生產，至少一部分價值創造要發生在這裡。這樣一來，我們還能獲得他們的技術訣竅，比如是如何制造電池的。其實只要願意，完全可以有所作為，但出於害怕拿不到芯片或者其他什麼東西，就什麼也不做，寧願眼睜睜看着整個產業根基徹底垮掉。這既愚蠢又令人惋惜。一旦失去的東西，短期內絕難恢復。我說他們現在或許會以低價大量拋售那些嚴重過剩的產品，但一旦競爭消失，情況就會立刻改變，到時候價格就由他們說了算。為什麼沒人願意看清眼下正在發生的事？我們正深陷一場極其險惡的經濟戰之中。再往下，這完全是我們自作自受。先是把一切能轉移的都搬到中國，隨後又親自拆解了所有西方的生產鏈，再加上徹底缺乏創新，以及汽車價格高得離譜，這一切早就顯而易見。如今的抱怨不過是虛偽罷了。歐洲人現在只剩一個選擇，根本就別買中國車，這樣市場或許才會枯竭。中國政府向來不是以耐心著稱的，一旦電動車出口長期無利可圖，這些車消失的速度會比他們出現時還快。難道這不諷刺嗎？我們在超市購物時，總被鼓勵、被要求購買本土產品，
但工業巨頭們卻把90%的生產安排到離本地越遠越好，當然主要是在遠東。下一則，在中國工作生活10年後，我這麼說吧，總體而言，我們的政府乃至整個工業界確實犯了不少錯誤，但德國和歐盟恐怕已很難扭轉局面了，尤其是我們那些大型企業，注定將被徹底碾壓。繼續往下，如果德國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倒閉，德國汽車製造商還能從哪裡獲得零部件？這答案我們猜3次都猜得出來。中國汽車產業正在蓬勃發展，中國的供應商也隨之崛起，而這背後也確實涉及國家干預，只是方式與德國戰略家們所想或願意承認的截然不同。安氏半導體事件也在中國清楚地傳遞了一個信號：下一輪制裁遲早會來，唯一不確定的只是時間。在俄羅斯，整個空客和波音機隊已被停飛，中國乃至整個金磚國家都明白，一旦歐洲認為能通過制裁重創某個假想敵，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揮舞制裁大棒。為了提醒中國，歐洲是認真的，一艘德國護衛艦甚至駛入中國海域，聲稱要遏制所謂中國侵略。祝這套戰略好運。再往下，如果條件允許，我建議去中國城市走一走。我說的可不只是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您會發現歐洲早已遠遠落後於中國。我曾乘坐高速列車從北京到上海，約1200公里，全程5G 信號穩定，且毫無延誤。而在德國，坐火車簡直是一場鬧劇。下一則，既然連大眾和寶馬都已經採用並依賴中國零部件，那局面就很難扭轉了。那如果我們反過來玩同樣的遊戲，也轉向使用中國產品，會怎麼樣呢？看最後一條評論，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其實都無關緊要。外國政府的腐敗程度甚至比歐洲政府還要低。例如，歐盟公務員自2022年以來已經第8次加薪了。愚蠢的歐洲人對此卻默默接受。中國的中共能與之匹敵嗎？誰來買單？工業企業、員工、消費者。或許中國只是想保護企業免受這種愚蠢行為的侵害。好的，朋友們，大家覺得德國人的評論怎麼樣？有點出乎咱們的意料嗎？不是有的人說嘛，歐洲很清廉呀。你們看看德國人他們自己是怎麼評價他們政客的。好的，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大家，我們下期見。